各位干货12点啰嗦，欢迎来到创业公司法律说，我是美国律师刘小笑。前面呢，我们用2期的时间介绍了6种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，那么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 RSU 了。这一期呢，我们就通过星巴克的例子来详细解释一下 RSU 是如何运作的。不是所有的员工一入职都是股票期权虚拟股，还是应该对合适的人进行合适的激励，做到奖惩分明才是激励员工的核心。欢迎来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哦。打开星巴克的官网之后呢，会发现它有3种员工福利。第一种呢是 Beanstalk 咖啡豆股票，第2种呢是 Stock Investment Plan 股票投资计划，第3种呢是 Future Roast 401k 未来烘焙计划退休账户。因为第3种呢是美国的退休账户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，我们呢就主要来介绍前面2种。前面的这个咖啡豆股票 Beanstalk 其实对应的呢就是 RSU， 也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。后面这个 Stock Investment Plan 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员工股票购买计划 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。我还特意找了星巴克中文官网上关于 Beanstalk 咖啡豆股票的介绍。星巴克的咖啡豆股票 Beanstalk 其实是条件非常优厚的，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公司呢，它的这个 RSU 都是4年的承受期，但是星巴克的咖啡豆股票只要2年的承受期。假设一个员工呢有10股咖啡豆股票，在工作满1年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已经有5股咖啡豆股票，也就是 Beanstalk 成熟了，剩下的5股呢还没有成熟。假设在这个员工工作满1年的那一天，星巴克的收盘价是60美元，那么这个员工的税前收入就是5乘以60 300美元。但是呢，大家知道美国的税率非常高，而且呢 RSU 呢它是按照 W2 工资所得收入 Ordinary Income 的方式来收税的，而不是资本利得 Capital Gain。而且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呢也是超额累进的。我们假定这个员工他的税率呢是35%，也就是说应纳税额呢是105美元。公司呢是要事先代扣代缴之后才能够把这个 RSU 发到员工手上的。可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现现金，公司应该如何代扣代缴呢？其实呢就是扣掉一部分股票作为代扣代缴。但是因为股票必须是整数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公司就会扣除2个咖啡豆作为代扣代缴。剩下的3个咖啡豆呢存入员工的股票账户，但是要注意，扣掉2个咖啡豆呢就是120美元了，但其实应纳税额只有105美元，也就意味着说，公司在扣完2个咖啡豆之后，还要补15美元的差价到员工的账户上。那么现在总结一下，员工的5个咖啡豆，2个拿去交税了，3个存入账户了，公司呢还退了15美元现金给到这个员工。接下来员工就可以等着星巴克哪天股票稍微上涨一点的时候，把这3个咖啡豆对应的股票卖了变现了。星巴克的这种 RSU 的方式呢，也是大部分的上市公司现在正在采用的员工股票激励的方式。那么星巴克的另外一种员工激励的方式 Stock Investment Plan 股票投资计划，也就是对应我们所说的员工股票购买计划 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。我在它的中文官网上呢没有看到相应的介绍，仔细看了一下英文官网呢，发现它仅仅是适用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员工的。从英文版的介绍来看呢，星巴克的这个股票投资计划 Stock Investment Plan 仅仅呢是给5%的折扣，激励的力度并不是很大，但这其实也是一个常态，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呢在使用这个员工股票购买计划 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 的时候呢，通常也就是给一个5%或者是10%的折扣，不会给特别大的一个折扣。那么在介绍了星巴克所使用的员工股票激励方式之后呢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。现在呢，在创业圈都流行着全员持股的概念，但是全员持股真的好吗？全员持股的好处显而易见，那就是可以让员工更加有积极性，为公司贡献。但是呢，全员持股之后，其实也会给公司带来以下问题。第一呢，就是法律和会计的成本会上升，因为你需要雇佣专业人士来为你起草和整理这些文件，不仅是员工入职的时候需要填写，在员工的股票或者是期权成熟的时候，以及在员工离职的时候，都是需要相应的律师和会计师进行介入的。第2点呢，就是当所有人都持有公司股票的时候，员工反而不会稀罕公司的股票，导致公司白白的浪费感情。第3点呢，就是老员工坐享到手的期权，不工作呢也可以白白躺赚。这个时候呢，可能除了辞退他们就没有很好的办法了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还是想建议各位，公司一定要有员工激励，但是呢，不是所有的员工一入职都是股票期权虚拟股，还是应该对合适的人进行合适的激励，做到奖惩分明才是激励员工的核心。其实呢，在所有的这些员工激励方式中，都会涉及到一个概念——估值。公司在拿 VC 融资的时候呢，也会涉及到估值这个概念。那么下一期呢，我们就来详细聊一下估值到底是怎样得来的。多点干货，少点啰嗦。
这里是创业公司法律说，我是美国律师刘晓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。